你从美加海关出发，开车仅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福特中心体育馆，和你期待已久的巨星 Taylor Swift 来一个零距离接触。嗨，大家好，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 很高兴今天能在美国底特律通用汽车环球总部带来今天的视频。话说，就在底特律啊，不论是街头、商场门口，还是餐厅、运动场外，时不时都可以看到这款蓝色的车牌。仔细一看，居然是加拿大安省的。好奇心害死吗？我很纳闷，这些加拿大的邻居们，难道每天都会跨越国境来美国这头赚钱淘金，或者隔三差五的跑底特律这边花天酒地？不管是来挣钱还是花钱，哎呀妈呀，那叫一个风流倜傥。加拿大和美国不是2个国家吗？他们想来就来吗？美国这边难道消费水平比加拿大那头低？万恶的美帝能让加拿大人来这边随便就赚走白花花的美金大钞吗？今天这个视频，我将亲身带大家一起揭晓这个只有河对岸的加拿大温莎人才知道的秘密。Let's get into it。1. 底特律温莎跨国都会区，美加边境上最大的城市圈，没有之一。我们首先来看看地图，加拿大不是在美国的北边吗？但是加拿大有一块特殊的土地，它竟然位于美国的国境之南。地图放大看，就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地区。底特律河自东向西把2座城市一分为2，加拿大温莎正好位于美国底特律的正南方。我们不妨开个脑洞，如果北美历史的剧本没有分裂为美国和加拿大2个国家，地处北美5大湖区几何正中心的位置，连接伊利湖和圣克莱尔湖的黄金水道，底特律河的南北两岸地区，这区位优势不是碾压现在加拿大第1大城市多伦多和美国内陆第1大、全国第3大城市芝加哥吗？这个由今天底特律温莎组成的大底温市，毫无疑问将是北美城市排行榜上霸榜的王炸。历史没有如果，即便现在底特律和温莎被美加2国的国境线给硬生生的分开，他们却像是一句宋词里所描绘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2座城市从事实上的结合，创造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奇迹——北美2国边境上最大的跨国都市圈。据维基百科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底特律温莎跨国城市圈内居民总数已经达到近600万人，不仅在北美是跨国边境上当之无愧的最大跨国都市圈，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1数2的跨国联合城市群。据加拿大温莎市政府统计，目前每日平均有超过4万人往来于底特律、温莎、美加国境线，日均货物吞吐量超过3.23亿加元。今天，底特律是一座典型的美国2线城市，大而不拥挤。温莎是一座典型的加拿大3线城市，小而不庸俗。2座城市一联手，就像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你想象一下，安家高福利的加拿大温莎，享受安全宜居的环境。要知道，以 LaSalle 为代表的温莎郊区，多年来一直是加拿大全国最安全的社区之一。以 South Windsor 为代表的温莎市区南边的公立学区教育资源，放在加拿大全国都是数1数2的。而奋斗在经济更发达的美国，可以享受更多搞钱的机会，以及底特律大都会地区优质生活和便利设施。比如距离温莎市区不到半个小时车程的底特律国际机场 DTW， 在2023年就被评为全美乘客满意度最高的大型国际机场。在这里可以轻松以远低于温莎本地机场以及安省最大城市多伦多国际机场的价格，享受航线遍及全球的国际空港服务。比如我们要到美国的著名主题乐园之都奥兰多游玩，底特律飞奥兰多的机票低至45美元出头，而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多伦多到奥兰多的机票却高达250美元。谁想做这个250，谁上呗。2. 美加兄弟友邦自由贸易区，双边人员、车辆、货物通行畅行无阻。我想大家肯定听过北美自由贸易区，
作为该贸易区内两大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和加拿大肯定货物贸易往来不少吧？那么这么大的人员和货物吞吐口岸到底在哪呢？没错，就在底特律温莎都市圈。据统计，底特律温莎的贸易往来就占到了美加两国总贸易额的25%。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加拿大和美国不是两个国家吗？两国之间不是有海关和边境关卡吗？这样相互通行怎么样都会有限制吧？好问题。美加两国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要知道，不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都是英国妈妈生的，第一官方语言也都是英语，即便在政治上，也都是五眼联盟的亲密伙伴。因此，两国之间虽有海关关卡，却完全是不设防的边境。美国公民、绿卡居民以及加拿大公民都是可以完全免签访问邻邦180天的。这里分享下我往来底特律和温莎的亲身自驾经验。非节假日的海关通行排队和审查时间通常加在一起不会超过15分钟。只要你证件齐全，没有违法违规记录，海关审查就是问你一句 Why do you come to United States, Canada？ 对于每日均需往来两地频繁通关跨境的朋友，还可以申请 Lexus Card， 走快速通道通关，完全免去海关的询问，刷卡即出国，就像过收费公路一样。美加跨境就是这么简单。美加两国除了互免签证，如果加拿大的朋友想以合法的工作身份居住在美国这头，除了我之前在视频里边讲解过的 E2 创业工签，还能以北美自由贸易区技术专才工签 TN Visa 来前往美国。这个签证可牛逼了，没有名额限制，可全职可兼职，你甚至不需要提前去驻加拿大的美领馆签证，在温莎到底特律的海关就可以直接贴签。同工不同酬，跨境就业或创业，在美国底特律这头直接收获比加拿大温莎地区高50%的薪酬，难道不香吗？当然，作为企业主或者核心管理层，大家完全还可以考虑 L1、H1B 等形式长期在美国生活定居，甚至在有需要的时候申请美国绿卡。3. 温莎不再是边陲小镇，底特律不再是破产之城。温莎是不是对大多数的朋友而言是个闻所未闻的小镇？这你就 out 了。首先看看地图，温莎就位于整个加拿大国土的最南端，可以说是加拿大的南大门。因此，这里的气候可以算是整个加拿大最温和的。这一点上，即便是和加拿大西部著名的海滨城市温哥华相比，其四季分明且日照充足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点都不逊色于温哥华。大家看我现在3月份穿一件这么薄的外套，就可以自由在底特律、温莎往来通行了，可见这里的气候是多么的好。因此，近年来随着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等大城市的房价、物价史诗级的上涨，而温莎独栋别墅的均价仍然保持在50万加币左右，物价水平更是在加拿大平均水平以下。对比多伦多、温哥华等地独立屋均价在300万加币以上的水平，这让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退休老人、国际学生等等都选择搬来了温莎。在教育方面，温莎大学和 St. Clair College 也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知识技能人才前来壮大这座城市。这个我在去年9月份的探校视频就有详解，也正是由于温莎大学等院校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留学生前来就读，这么多年下来，温莎当地居民的种族、国籍和文化构成也变得相当的多元，整个地区有超过27%的人口全部是外国人。这一点上，温莎大有赶上多伦多的趋势，更是完胜其邻居底特律。还是同样按加拿大温莎市政府的官方数据统计显示，从2024年起，未来5年温莎的 GDP 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9%。要知道，加拿大全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5%，接近3%的预期成长率，让温莎直接成为了加拿大前24大城市里边经济发展最快的领头羊。今年，就连韩国著名的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也来温莎投资设厂了，预计将成为整个加拿大最大的汽车电池生产商。全球第1大电商亚马逊也预计于今年建立其在温莎地区的中心仓库。关于温莎经济领跑加拿大全国这一点，我在底特律河的对岸也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座美加，也就是底特律温莎第4通道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即将于今年下半年完工，这很明显就是在美加2大发达经济体人流、物流巨大增长的背景下所催生出来的。
那我们一起看向在建的跨国大桥的这一头，底特律。确实，在2013年时，底特律曾因为城市破产以及犯罪率居高不下而臭名远扬。而现在一转眼又过了10年，我想引用一众美加媒体对底特律的最新评价 ：Detroit is coming back。美国《时代》杂志更是在疫情结束后的2022年，把底特律评为了全球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为什么说底特律又回来了？底特律凭什么伟大？这是一座有着辉煌历史的城市。早在1950年代，底特律就凭借其超一流的汽车工业，发展成为了现在的城市规模，成为了当时美国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并列的世界级1线城市。可惜后来随着美国汽车业的波动和衰落，整个城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下滑和阵痛。但是随着底特律逐步经济转型，在原有的汽车工业之外，逐步发展成为了美加贸易中心，特别是以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等世界级一流院校为中心，引领了底特律和密歇根州往高端制造业、科技、医疗方向的转型。这一点，我们在底特律中心商务区的航拍中也看得出，到处都在修路、建桥和盖大楼。2024年美国橄榄球大联盟 NFL 选秀大会预计也将于4月份在底特律举办。与此同时，世界上第一条能无限给电动汽车充电的公路也已经在底特律建成通车。这一切无不印证着底特律这座厚积薄发的美国中流砥柱型城市依然熠熠生辉。随着温莎的各项基础设施已经与美国底特律逐渐融为了一体，我们住在加拿大温莎，却完全可以实现工作、创业、吃饭、休闲、娱乐在美国底特律以及更广的空间和地区。如果你是远程工作者，你完全可以以加拿大居民的身份住在温莎。毕竟，加拿大属于高福利且严格控枪，居住环境上整体比美国更安全宜居。而工作上，美国的工资收入水平整体更高，受雇于底特律河对岸的任何一家公司，平时在加拿大远程工作，有需要的时候跨境美国现场见面，不是两全其美。如果你是一位老板或者创业者，完全可以把公司开到底特律河的两岸，同时做美加两国业务。要知道，美国密歇根州的营商环境和经营成本，哪怕放在全美的水平上来说，都是有一流竞争力的。各项营商开销均低于美国平均水平，地理上的一衣带水，对加拿大邻居就更加友好了。在一城两国的跨境生活中，你从美加海关出发，开车仅仅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到达底特律福特中心体育馆，和你期待已久的巨星 Taylor Swift 来一个零距离接触。而不用大费周折开车4小时，花成倍的花销去多伦多遭罪。当然，你还可以随时来底特律参与一场盛大的体育赛事。篮球有 NBA 活塞队，橄榄球有 NFL 雄狮队，棒球有 MLB 老虎队，冰球有 NHL 红赤队，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底特律还拥有全美顶级的购物商场 Somerset Collection， 以及整个美国5大湖区最大的奥特莱斯 Great Lakes Crossing Outlets。这些休闲购物方面的去处都可以有效补足温莎作为3线城市的不足，并且提供比整个加拿大都更有竞争力的购物价格。我曾亲身在加拿大温莎开车游玩，打开汽车的广播全都是底特律的电台，因此温莎当地居民也戏称自己的城市是 South Detroit。总的来说，加拿大公民身份确实比美国身份更有价值，因为加拿大是个高福利国家，加拿大身份能对本国公民提供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无死角保护。因此，在加拿大受教育和养老退休都是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水平的。而且，随着美国移民门槛的提高，很多原计划全家移居美国的朋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综合价值更高的加拿大。那么，在加拿大境内安大略省的温莎市，这里不仅有加拿大气候相对最好的国境之南的宜居环境，加拿大高福利体系下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以及优质丰富的教育资源，你还可以随时到一水之隔的底特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休闲娱乐之旅，甚至就业掘金搞美元，享受北美2大发达经济体的红利，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底特律温莎是美加边境线上一城两国最有代表性的组合。另外，像是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两侧的布法罗大瀑布城，西海岸的温哥华南侧美加边境，也都是值得各位加拿大朋友所考虑的。大家怎么看美加边境上一城两国的生活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宝贵见解。那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个一城两国的生活方式呢？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等不及，想听具体的实现方式详解吗？还麻烦您能够花最多0.4秒的时间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本视频的点赞数越多，我越快安排下一期一城两国的实现方案详解。如果点赞数量够多，我也非常愿意亲身到河对岸的加拿大国土上，给大家拍摄更多关于加拿大那一头的细节揭秘哦。顺手枪，一个关于无国界资产管理和生活方式设计规划的频道，我是Sean，我们下期见，拜拜。